今天这个视频是个突发的视频，也是感谢大家订阅，所以我额外做了一个视频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的美股是非常的波动，昨天晚上一开始美股就跌了3%、4%，有好几个股票跌了10%以上。但是到今天早上我们一早醒来，哇，所有的美股又涨回了，倒升了。到底美股现在可以捞底了吗？现在这个很多的网友都来留言问我这个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呢，我在圣诞节的时候给大家分享过，当时我已经看到了美股会有调整，所以我把注意力和资金都放在港股上面。大家如果想看回我圣诞节的那个视频的话，可以回去看一看。当时呢，我讲了4个香港的股票，结果这4个香港的股票都是涨了一点啊。在今天股市这么波动的时候，4个股票全部有所进展，有点赚已经是不错的，对吧？那现在到牛年的尾巴了啊，虎年就要来了。虎年我最看好的是哪些股票呢？有新欢了。大家好，我是七爸爸张志云，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啊！在这里呢，我会经常每个星期五发布一些我个人觉得对投资有所提升的一些学习一些股票的分析等等的视频啊。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马上订阅我的频道，那你就不会错过以后有用的资讯了啊！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我觉得是退可守进可攻，可以做到财息兼收的一个股票。哇，哪一个股票这么好呢？也是要配合时机所以先从现在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给大家做一个开头。那最近呢，俄罗斯有机会会介入或者进入乌克兰所以这个行动导致美国和欧洲跟俄罗斯的关系开始紧张到底会不会打仗呢？就算不会打仗，会不会有制裁呢？那我们要知道，俄罗斯是一个石油的产油国它还有很多的天然气会输给欧洲。那如果欧洲和美国因为这个局势的紧张，甚至有开战，要有制裁俄罗斯的行为的话，那这个肯定会导致天然气的价格和石油的价格暴升那我们看回其实石油的价格从2020年的3月、4月最低的时候，当时是$30一桶石油的原油的话，涨到现在已经到了88块、84块到88块这个幅度里面波动了。但是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主角中海油呢，它的股价还是停留在2020年这么低的时候我们再看一看刚才说到过的天然气特别是欧洲要过冬的时候需要很多的天然气。那如果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紧张了，特别是俄罗斯的天然气还要经过乌克兰的输送管道才能到欧洲，所以这个局势一紧张的话，欧洲对天然气的需求使到天然气的价格也可能暴升，对吧？我们也看回，其实天然气的价格已经从2020年的低位也是涨了2倍多、3倍这样涨上去了。虽然最近有些调整，我估计呢也会因为俄乌这个局势的紧张，会把它的价格再次上升但是我们一看今天的主角中海油的股价也是没怎么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来看一看中海油。如果看它的石油，其实中海油呢，它有2个货品去卖一个是石油，一个是天然气，最大就这2块，对吧？我们先看看石油，它的一个开采的成本呢，大约是$26块一桶。那大家薪水好的朋友做一个计算的话，今天如果石油是85块，它的开采石油是26块，它的毛利是相当的高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它的产量，它的产量呢，近年内呢都是不断的稳定的在增长。那好了，高的毛利率乘上更大的产量，它的盈利我们能计算到都是有稳定的增长的，对吧？然后呢，它最近还在渤海南海找到更多的石油在下面那所以它的资产也是越来越值钱，对吧？它的石油量多了，石油价格上去了，它的资产也会是越来越多钱的。而且这些
价值啊，资产的价值不一定会反映在它的账面上，所以如果我们光看 price to book 这个市账率的话有折扣，但是它真正的价值是远远不止在 book value 上面这个价值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资产很大的责任的一个股份。好了。它的股息怎么样呢？最近它的管理层也公布了在未来呢，它会增加它的股息的派发不会少于7毛钱一股，而且呢，在适当的时候还会在股票市场里面回购它的股票那好了，我们有一个问题这么好的公司为什么股价这么低呢？油价涨上去了，为什么这股价没有涨呢？其实就是回到了2020年的11月中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呢公布了一系列的中资股说他们是黑名单美国的资金不能买这些股票而且要撤离所以当时这些美国资金在撤离的时候，中海油的股价就从11块跌到了7块多，后来反弹了一点现在油价上去了但是很多的机构投资者都有美资在里面的，他们不能买，美国的投资者无论是个人或者是机构都不能买，所以这么好的损货这么好的便宜货还没有人去捡，对吧？所以我们明显看到市场在这里是失效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是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那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看的是未来我们能收到多少股息。既然这家公司的管理层也公开的说了，以后会增加它的派发股息，也不会低于7毛钱一股，那我们算一算的话，这个收息的股息已经是很吸引的那如果未来它公司在股票市场里面在启动回购的话，那有这样大量的买盘的话，这股价也会上去了，对吧？所以退的话我们是收股息，进攻的话股价再涨了，我们也有 extra 的 bonus额外赚到一点，做到财息兼收所以呢，我不会做任何的买卖建议，我只是分享给大家听。最近我在这里呢收集了一些中海油的股票，希望大家来年虎年也可以恭喜发财，真正的有更好的投资回报所以今天这个分享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那对于关心美股何时到底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回我之前有讲过对美股的看法，还有捞底的3个信号，大家也可以在当中得到一些启发和答案的。我们下次再见。